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大家好，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 Ella， 我是倩。今天我跟 Ella 想跟大家分享如何用设计思维 Designer Thinking 来帮助我们设计和优化自己的人生。这个 idea 呢，其实是来自于一本比较著名的书是由Bill Burnett 和 Dave Evans 2位，一位是设计师，另外一位是学习设计的这种教授。这2个人合著了这本书，并且把这个思维呢，在斯坦福大学变成了一门课去教授。选择这门课的学生呀，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到底怎么样过好你的人生，到底怎么样设计自己的人生。对，我个人对这个话题呢非常有热忱，可能也跟我自己过去2年当中的经历和选择很有关系。但至少今天的节目听完之后，我们俩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在自己的人生设计上花一些时间，花一些想法。因为我甚至觉得有些人在外卖点什么上面都想的比自己人生该怎么过要多，或者穿衣搭配。对，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bias 偏见就是在自己的人生设计上想的不够多。对，不敢想，没有从头开始，没有从3万英尺高空往下看自己的人生可能长什么样，而是只是在解决面前的一个小问题就是因为生活确实很难对不对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你有各种各样的职责，你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确实很难让我们抽出身来退后一步，甚至拉高3万英尺去考虑我的人生如果从头开始设计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做。对，但是这又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我认为。对，我们一起来学习在这个课题上面。是，其实我有一个很具象的例子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样运用的很多读者知道我是离开了美国，放弃了在美国长期居住的可能性，因为我不想在美国继续上班了。那我如果没有绿卡身份的话，就必须要离开。在那个当下，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如果说退到了这个外太空，我在看整个地球，随便去选，我哪里都可以住下。理论上来说，我哪里都可以去。如果说用设计思维来去做这个选择的话，我就会用一张白纸写下我有这些可能性，180个世界上的不同的地方的可能性，然后我会考虑自己的各种需求和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工作观最终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匹配。当中呢还会做非常多的原型包括去做用户采访呀包括去体验这些待会儿我们一并跟大家分享。如果说不用设计思维，你往往就会陷入下一个最合理的地方是哪里。我还想说一个用设计思维来思考人生走向，包括做重大人生决定的一个优点。设计思维顾名思义是你在设计，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是很赋予能量的一件事情。而我觉得很多人往往做决定的过程是恐惧驱使 fear driven 我不要这个，我要避免工作上的这个，我要避免生活上的那个，而做出的比较应激的一种选择。我害怕变穷，我害怕失去什么，我害怕没有下一顿饭可以吃而做出的决定，这样的决定你永远是在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会很累并且你没有觉得获得了掌控权，没有主动权。所以挑战大家用设计思维来 approach 来这个对待自己的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怎样过你的人生，对不对？那这是一本很厚的书今天我先希望能够在2-3分钟之内把它的大概的思路和框架给大家分享出来，有一些挑战。顾名思义，设计你的人生就是用一个设计师的思维去规划你的人生。设计师会怎么想一个问题呢？问题在哪儿？痛点在哪儿？目前的状况是什么？你要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的一个结果？目标是什么有哪些不同的 use case 这个用途、原型等等。建造出一个小小的这个原型 prototype 之后，你还拿去把它做测试
做这个迭代iterate 一次一次的回来做这个改进，最后变成一个可行的一个产品。当然这个产品还要经过一代一代的改变，逐渐变成一种习惯了哈。那设计思维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很多朋友，你问他最近生活怎么样，他永远会回答我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我们是不会坐视不管的那种人，对不对？我们一定是会解决问题的，所以这也是一种挑战大家直面自己的问题，并且非常非常勇敢的，你要做一个非常 radical 的 thinking， 就是极端的重新去思考，对，极端改变。所以可能你获得的答案是会让你感到恐惧的，但是这个就是设计思维一个最大的亮点和价值所在。对，那个 think outside the box，在盒子之外思考。对，它的过程可能与你平时做人生决定、做人生的这个思考过程是不太一样的也可能因此而带给你不同的答案，带给你不同的路径的选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设计思维这个方法因为它这个方法本身也许就是灵感和创新，也许就是你未来的幸福感的来源。对，而且我觉得设计思维是有理性的一个 stronghold 在里面，这样子就是帮助你不用这么感性的去，就是很冲动之下做出一系列的决定。是。对，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是一个智慧，我们应该是学习去 harness 这个智慧。对，直觉当然有一定的用处我们也之前也聊过，我一直开玩笑说我是做了足够多的理性思考之后，最后用直觉一脚把我踢到一个选择当中去所以首先是刚才你说的理性的一个 stronghold，特别对。那么在设计思维开始运用的时候呢，你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去分析自己的人生罗盘。Ella，我想问问你，所谓的人生罗盘，工作的观念和对于生活的观念，如果只是简化讲这两件事情的话，工作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工作对我来说，它不能是工作。就是work is not work。我很小的时候读到这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我觉得非常受感触，然后很向往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我的生活也是工作的一个部分。对我来说，我没有说必须要把生活和工作去分开的一个这个必要性。就是我这个几点以后我就不看手机或者是我就不回任何的邮件就是不想工作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对我个人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必要。你呢？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种工作不是工作的生活方式，在艺术圈当中、音乐圈当中是非常常见我的 partner 和包括周围很多艺术家朋友也都是这样，他们无法想象自己不做这件事情，而一旦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下班。一直在想，当然我们之前在自由职业这一集当中也出了非常多的好坏不可能有一件事情是完美的，但是你能够只做自己热爱的本来就想做的事情，还能够赚你的生活这一点确实是很让人羡慕对，就吐槽点比较低的对，是我也逐渐尝到了这个甜头，也就是说我做的每一件赚钱的事情基本上都是 enjoy 的，享受的。但是我之前的工作观就是非常不同我之前的工作观呢是比较传统的，跟 Ella 刚才所说的简直可以是相反了。但是我在之前比较传统的工作观当中也有进化的过程。本科毕业的时候，一心想要有大志想要做非常成功的行业的未来的商界领袖，但是很快就发现其实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我看老板的那些工作的生活状态也并不是我特别想要的所以就变成了如果说这个工作有一点成就感，我是对社会有一定的贡献，并且你的获得的奖赏与你的付出是成正比的，你觉得是一个合算的买卖，那就可以了。再过了几年呢，又发现我是连这个都做不到了，不要什么对社会有价值了，我就觉得事少钱多离家近就好了因为我没有从一开始就去思考我的工作观到底是什么，我需要工作达到什么样子的目的，我没有想清楚，所以就被推着走。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网名是一个笑称都是刘亦婷曾子墨耽误了我，也就是一种随波逐流，随外人的眼光和期望所走出来的一条路。
现在看来，我的性格也是非常不拘于管理的，所以我可能从一开始就做的是自力更生的事情。对，很多人是在工作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哦，原来我自己真的不适合走这个职场这条路线，或者是去爬那个阶梯，那个 corporate 的这个行政阶梯，对不对？就是而且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大跌眼镜的一个 moment，就是觉得我自己从小我这么羡慕，我这么努力，毕业了这一系列的这些文凭，一系列的拿了这些证书资格证，然后到最后。我真的是要去，就是放弃这一切嘛？有的人也不甘心，有的人不甘心。对，我也有身边的朋友，就是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就是抑郁了，在工作岗位上面，但是呢，就觉得，我都已经到这里了，我再忍忍吧，再忍10年，再忍10年再退休，再忍什么什么，等我拿到一个 bonus，我再去 quit 我这个工作。我身边的朋友就一直这样，为了这个 bonus 又一个 bonus 又一个 bonus。然后到现在还是在做他非常痛恨的一件事情。是，我能理解，我非常能理解这样子的思维方式，因为就是觉得不甘心，对不对？对，所以也许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讲给那些在边缘的这些人，他可能再需要一点勇气就可以跳出来。对，因为我也认识很多，我身边有非常多像你刚才描述的这样子的人哈，他永远活在下一个目标，我到了以后我就怎样，到了以后就怎样。我自己经历过这个过程，我知道如果你不采用一个 radical 的方式去看待你的人生，是走不出来的。我身边有和我同时期裸辞的很好的朋友，看着他的路径和我的路径，因为我们经常1对1打电话叙旧，讲最近的状况。他在我的看来简直是我的一个对照的实验组吧。我应该说我是实验组，他是对照组。我就是那个，也是因为没办法，因为他是美国公民，他没有考虑过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地方，他甚至在过去2年当中越来越确定自己想要继续生活在纽约。所以当他有了这样一个 anchor， 他有了这个锚呢之后，选择就小很多。但是当我问他你为什么一定要在纽约的时候，他也回答不出来，就是因为没有做一个系统的设计人生的这样一个练习。而我因为当时需要离开美国，所以我就做了刚才所说的那件事情。假如我现在是在外太空看着这个整个地球，你觉得你觉得你最想去哪里这个答案往往是与你原本的这个默认的选择 default choice 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行为阻力。你现在在什么环境下，你现在在走一条什么样子的路，你就很有可能会继续走下去，因为看上去更方便，对不对？那当我们去做了这个深入的探讨，我的工作观到底是什么，我的生活观到底是什么，再把这个2个合在一起的大概的构想给想出来哈。有些人就是需要多工作少生活，他觉得工作给他更多的能量。有的人是觉得工作只是赚一点钱，为了他可以和自己的家庭大家族在一起包括很多拉美的家庭文化是这个样子特别的开心。你说他们有多大的职场的 aspiration 和努力的目标，确实不一定有，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结果，他们的幸福感是非常非常高的哈。所以其实当你找到了自己的工作观和生活观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做一个 mapping 你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可能全部把它写下来，这也是设计思维里与我们平时做决定的方法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点，就在于你一定要把各种你觉得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很荒唐的可能性也都写下来。我见过太多的人很早就放弃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可能的。但是在设计思维里面，你就要把这些所有不可能但是与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工作观是相符的这样一件事情写下来。当你看到了这个可能，当你把这些很荒唐的选项全都记下来，它的对你的能量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哈。就像我们之前有一集关于吸引力法则，其实这一集有点像是理科版的吸引力，对，理科版的，对对。也许当你的纸上写着一个荒唐的我要成为一位画家这样的几个字你也许成不了画家，你也许最后选择的是一个不同于画家，没有画家这么极端这么大胆这么不同的这条路，但是你至少可以选择一条可能比你原来的固有想法当中更大胆的一条路。也就是说
把你的目标放在月亮之上，然后这样你才可以射到树上，对不对？英语里面有一个讲法叫做 aim for the moon and if you miss you'll still be among the stars。 就是说如果你的目标是月亮，就算你最后没有达到，你错过了你的目标，你还是会在群星当中。对，你还是至少能抓到一些东西至少能够把你带出去了哈。对，这就是用一种比较 radical， 用一种平时不会去的用的方式，做一个大脑图的过程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当你那天把这本书的这个简介告诉我的时候，我当时一边读一边就心里面就有 chill， 就是打冷汗，就会觉得我自己过的就是一个 designer life，我没有意识到。我今天也很想就是从这个方面来 dive in 我自己怎么做到的，就是怎么过上一个没有去特意的去为自己的一个做的一个 designer life。是啊，那有没有一些什么 radical thinking 的例子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呢？有我自己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之前在前面的几集里面有提到过他是一个从小在英国长大的一个日本音乐家，具体是他的演奏的乐器是古典吉他。他呢从小就有一个非常超前的一个想法，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他从小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做到不用花金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些是很容易被人取笑的，在你小的时候会说我以后长大了我不想用到就是货币。那你怎么办？你要吃什么？你喝什么？对不对？他呢，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日本的这个就是祖籍，所以呢，他做了很多 research 之后呢，他发现原来我回到日本去找这种老房子是不用钱的。当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身边的人都是阻碍他，就是阻止他，因为觉得你在伦敦过得这么好，你的 gigs， 你的这个经纪人，你的录唱片，这些你全部还有你的学生，你全部都要放弃，就是为了过不需要用到货币的生活嘛？那他的答案就是是的。几岁的时候呀？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他在他的30岁左右的时候。那他说他小的时候几岁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萌芽。当他开始有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一系列的设计。首先呢，他是先回日本去考察了这个耕种区，就是哪一个地方的农产品哪一个地方的土地是比较肥沃的，可以种他想吃的东西。对对。然后呢，这个地方是比如说它的地理离东京有多近，离火车站到底有多近，然后它的人口是多少，它的那个温度是什么。他给自己设计了一个课程，就去学如何靠自己一个人没有机器的情况下耕种。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叫 One Straw Revolution。讲的就是怎么样子你靠你的双手去可以做一些古法耕种。为了这个目标呢，他就学习了这一套的方法之后呢，他就开始自己在自己伦敦的小的家里面先实验，看有没有成功，有没有这个就收成怎么样。从最简单的开始，你要知道搞音乐的人对这些都是一窍不通的。他开始做实验了，对，做实验了。他就开始计划他的这个退出，从真实的这个世界上退出到他理想的，又进入到他理想的这个世界里面。这几个步骤加起来了，花了5到6年的时间。他没有放弃。我之前都是以为他只是说一下，但每一次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设计变成越来越真实了。就是他让我看到了下一步，我就开始又是为他捏汗，又是为他开心，因为觉得会担心他到了那边就是也什么都就是一事无成，万一耕种没有耕种出来，没东西吃，回到伦敦所有学生又被人抢了，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一系列的这个当中，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就是practical， 就是很实际的在做这件事情。那他每一次回日本的时候呢，都会去义演，就是当没有人知道他的时候，他就背着吉他，这里弹弹免费音乐会，那里弹弹免费音乐会。但是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语言。因为他的日语不会说，基本上是非常的 basic。所以他又花了大概1到2年的时间，然后自己去就是把这个语言再捡回来。那他现在的日语是非常流利哈。
他现在已经做到就是有什么，他可能也不需要跟别人说话吧，这样的生活方式。他有学生，他学生还是挺多，就是他每天有自己的安排。然后他现在昨天，也就是昨天，我看到他的那个目前的生活状态是在森林里面开始建森林的小路，因为他为了他的那个房子，他跟我说，他说 Ella， 我有一天我的这个。就是我住的这个地方会变成一个音乐疗养中心。哇哦！所有的人都欢迎来我这个地方，不用钱，你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帮我一起耕种。天哪！对，我再过几年看看他能不能做到。我们面前有一个很大的灯哈，每次我们录制的时候都很热很热，但是我现在有一点又热又冷汗的感觉，对不对？这个作为我们如何设计人生作为一个开头的例子，简直太有力了。我很为你的这位朋友内心在鼓掌。我也比较好奇哈，他工作观、世界观、生活观还是挺明确的啊。那他是不是不需要人生伴侣？对，因为你想做自己的，过自己满足自己条件的这样子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很自我、很自私，非常对，在很多家庭里面看来是一个众叛亲离的一个表现，对，是一个自私的表现。我个人觉得他是非常勇敢的。对，当然在做这个 decision 的同时，你也要知道你要放弃很多很多，比如说他要放弃就是旅行，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去坐飞机，他也非常环保，所以他对飞机本来就是非常的排斥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到哪儿都是走路或者骑单车。还有就是伴侣，那他为了他自己的这样的生活，他已经想得非常明白，他现在已经快50岁了哈，他对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蓝图也看了，就是5个10年，所以他知道自己是不需要伴侣的。他的伴侣就是他的邻居家来的猫，然后还有他的吉他、他的音乐，还有就是他对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热爱，就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其实，在我们音乐界里，像肖邦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就是他不是很需要伴侣的，他是一个 asexual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见为怪。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我发现很多的人哈，不管几岁，发现这个自己的最终目标，就是你可能叱咤风云了一辈子，在商界、在音乐界，不管在哪儿，最后的想法。目标都是在乡下造个小房子，很多人真的都是有这样子的梦想，包括我自己之前，在小红书上有透露过，我跟我的伴侣，我们也在乡村，买了一套废弃的房子，正在改造然后把这件事情讲给很多身边的朋友听，发现有这样子梦想的人还真的不少。你最终不是说想跟传统世界脱离，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像你朋友一样做这样的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 exit，一个完整的退出，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想要一种自立，对不对？这种我不需要付房贷，我可以自己造，完全是属于我的。我就算钱一点都不赚了，我甚至还可以过得很好，没有太大的不安全感。这种对这种安全感，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在寻找的。对，我们刚才还讨论到有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那个哈利王子他的太太 Meghan。对，我是想着，其实我一直很支持他们，然后很多人都骂他们指桑骂槐，对，说他们是什么有什么gold digger 呀，又怎么样？我现在说他们既要又要还要什么的，对，一系列的，反正各种每天都有他们的那个就是丑闻。我也挺支持他们的，因为他们可能是整个皇室里面最正常的人吧。对，我觉得要做这样子的非常大的勇气。对，而且虽然我们不知道内幕，但是我觉得从外界看来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 action。对，他们当然有很多特权哈，一个是明星长得又好看，另外一个是真正的王子，他一辈子都应该是一个王子，并且他们只要用自己的名声就可以做很多的赚钱的事情来。对。我觉得他们肯定是不愁，就是说不愁穿吃。对，所以其实他们是有这样子选择的空间。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深陷在一个自己的自我身份认知当中，想要包括生活习惯，
再要跳出来，确实是很需要勇气的。所以即使是有特权的人，这一点还是没有这么容易做到。大家在选择自己人生方向的时候呢，你要放弃很多东西，这个放弃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你这个取舍，你取什么，你舍什么？如果拿我自己来做一个例子，我放弃的就是我的家庭。我的意思是我的父母的这样子的家庭。我从小就意识到我的长处。就是我的这个 strength 来源不是从家庭里面，我的大家庭非常冷漠，没有这样子的，就是过年过节的这种好像非常热闹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就是连表兄妹之间都是非常冷漠，就是跟陌生人是差不多的。我一点不怪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家庭它的这个 organic， 就是它自身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走向吧。对。去说服他们说我需要一个家庭，我需要一个你们支持我，我需要我们家庭和睦的那种家和万事兴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浪费精力和时间的，也没有这个必要。那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精力放在了外在，放在朋友，我的朋友圈非常强大，就是我自己是有的时候会真的不敢相信，我会从梦里面就突然一下醒过来，就在想我怎么会遇到这样子的就是朋友圈这么 supportive， 这么就是接受我，无条件的接受我，对我好。所以我觉得我把我的这个精力是放在了这个上面，而没有去跟家庭去纠缠，因为我知道我花了很多时间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反而可能是起副作用。那我身边有一个也是50多岁的一个女性朋友，她的父母都90岁了，她到现在还没有放弃去说服她的父母跟他就是把这个关系给修复，他到现在还非常努力的去修复他们这个剩下的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关系，非常痛苦。他每一次都会大吵大闹、大哭，然后搞得整个家里面都是很奇怪的一个氛围，但是他就是没有放弃。如果大家知道你的这个优点和弱点在哪，你应该去扩大你的这个优点，而不是说你把这个弱点再往里就是一定要把它抠出什么东西来。对，逆流而上的感觉哈。把你的能量管理好，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刚才 Ella 分享了一个你的日本好友的例子，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力啊。我接下去想要接上它，好像也挺难的。那我就可以很具象的说，因为绝大部分的人可能没有想说要去过自己酿造酱油的生活，因为他们那种小红书上奇奇怪林子大的什么鸟都有。对，但说不定真有，说不定有人已经在自己酿造自己的酱油了哈。那我想分享的一个可能对大家更接近吧，就是我当时是怎么样做的选择了里斯本，毕竟世界是我的大生蚝，对不对？The world is my oyster， 我可以选很多地方，但是呢，我当时就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我一定要摒弃自己的默认 bias， 默认偏见，而是去真正的做一个完全开放式的，全世界都可以去的这样一个创意性的选择 ，creative choice。我就排除了自己的一些要素，一个一个写出来，并且呢，每一个要求可能也有优先级。比如说对我来说，我想要在一个我能够说的非常流利的语言是非常畅通的、畅行的这样一个地方，比如说中文。中国，比如说英文，所有英文国家，然后包括葡萄牙是英语普及度非常非常高的，这一点对我来说排的比较高。再给一个例子哈，就是物价，因为我不想要再去赚大钱，不想要有这样的压力。那一个地方的生活成本是不是比较的 sustainable， 能够让我承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它会让我的内心的基准焦虑值大大的降低。对不对？就我可以非常高兴的在葡萄牙晃一整天，没花多少钱。我绝对不可能说我去纽约，就是怎么像你说的，越是难的你越是要硬上，对不对？所以我肯定是对我来说选择我需要的优势性更明显的这样的地方。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人的人文环境，我不再想去一个非常有明显主流文化的这样一个地方美国可以说是一个什么种族大熔炉移民的这个国家呀，实际体验非常的不同就是你很明显能看到，不管是什么圈子里面都会有它的主流。
然后其他人都是 alternative， 都是次要的，好像哈，非主流。所以我不想要在那样的环境，即使是我自己是主流的哈。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问我为什么不考虑回国。我其实就是想要避免任何有明显主流的这样一个地方。葡萄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文化非常的温和、比较弱的。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就是旅行的便利度。比如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好，但是它离世界任何地方都很远。对，所以我把这样子类似的要求一个排出来之后，大概9到10个吧。然后再把很多世界上的可选城市画在了另一条轴上，再给每一个城市的每一点打分最后呢还比较复杂，因为我以前是咨询师哈，所以我还把每一个这个要素去给了一个权重，让它最后的分数最后出来是100分。最后的打出来的分数当中，里斯本确实是最高的。在选择这个葡萄牙的过程当中，我也做了实地考察。其实我第一次来葡萄牙的时候，并没有想说这是我未来可能要居住退休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只是来旅游的，是来看我的表哥一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我表哥的生活，没有想到几年后我坐在这里，我家跟我表哥家只有4分钟走路距离。对，就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我做了实地的采访，我看到了他们的状态，我甚至还看到了我上海的表姐的状态，做一个对比。不好意思嘛，把它扔在 bus 底下。看到了这样子的差异，上海的卷，上海的压力大，包括停车位有多贵，包括房子有多贵孩子的入学就学有多么的困难。再看到葡萄牙表哥这一家，我就发现我其实心里有概念了。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design 的过程，对不对？我们现在看了这本书，觉得原来其实这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搬过来跟你的这个是一样的，一样的方式，一样的这个程序走的，就是因为首先自己也搬过很多国家了，不想再就是头一热，然后你就往哪个地方去。我觉得应该就是比较理性的去看，就是哪个地方它的那个优势是什么，适不适合你。我们当时选是瑞士和葡萄牙之间，我最后选的葡萄牙是因为我当时我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每次去瑞士的那种冷漠感，社会的冷漠感。就是你会觉得我不想再接受，我要去进入一个社会，非常的就是措手措脚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好像束手束脚。束手束脚。我们经常讲出一些听上去好像挺对，但是体育员，Excuse my French 。OK， 就是对这种束手束脚的这样子去进入一个社会，我想是正大光明的就是被微笑着他们把你领回家的。对，而且在这儿就完全做到了。大家看到从这里以后 Ella 的 mic 终于亮了，刚才都是从我的 mic 里面收来的风。It is, yeah, it is。 如果音效不是最好的话，大家抱歉哦。那 Ella， 你刚才说到了葡萄牙的文化，人文文化是你的设计当中的一部分，对不对？巨大的一部分。对，如果没有这一个的话，我肯定就不会来这儿。对，因为你想我们在这里的这样子的这种人际关系是在很多国家是不能想象的，因为很多地方的人他们是不想管闲事嘛，对不对？Ella 刚才说到他们有考虑过瑞士哈，因为瑞士确实是我所知道的与你所想象的也是一样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是非常的远。我不管你闲事，你不管我闲事，甚至父母和孩子之间也是一样，跟成年的孩子之间，你很难去抓到一个朋友说，我们能不能吃顿饭？他说，我看一下我的 calendar，可能1个月之后才有空哈。我觉得 Ella 跟我有一个很相似的一点，在选择城市和国家这一点上，就是当我们真的去畅想，觉得我哪里都能够去用这样子一种很自信的状态，是我所有掌控的，我的选择权，我的优先级是什么，我的要求是什么，选出来的城市真的是符合我们条件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在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去做决定。当你一旦这样做了这个选择的过程，做了这个设计的过程之后，你发现其实它符合你预先所想的，也不是一件很让人惊奇的事情，是应该发生的。对。那 Ella， 其实我对你的职业选择就非常非常好奇了，因为虽然你现在做的是自己非常热爱的工作，
计生活这样一个事业。但是学钢琴的人从小4、5岁开始学，对不对？你不可能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那你是怎样达到这个目前的状态的呢？因为我自己就非常热爱音乐的本质，但是呢，你要说具体的，如果我当然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当你就是遇到这个老师，考入了这个学校，赢了什么比赛，弹了什么样的音乐会，然后受到了什么样的反馈之后，我就发现我更擅长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这个观众和他们的这个 review 也给我了非常 positive 的一个反馈。有了这样的反馈，你就会有这样的自信和底气去继续再走下去。那你从小学钢琴，实际上也看到了一些不同的职业的方向选择，对不对？有些人可能也成不了顶尖的演奏家，有些人可能需要做其他的职业的规划。你看到哪些选择？你最后是怎样来到你目前的选择，也就是教学生为主，平时也会有演奏的工作。在我自己的这个选择，我目前的这个行业状态的之前呢，其实我自己有很多的也有挣扎。第一个是因为非常孤独，身边的人基本上你就离你的那个群体是越来越遥远。还有加上如果自己的家人不是特别支持你的话，是非常的困难，你就要自己独自的去做自己的父母，做自己的向导。其实在我这个选择钢琴之前呢，我其实在英国的议会里面实习过2年，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上辈子的事情了。这2年收获非常大。第一次跟你聊到你在英国议会的故事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因为我们一直说Ella从不上班，实际上你是上过班的，不仅做过专柜的销售，但是这个其实更像是一种非典型的坐班，对不对？但是议会的上班确实是比较相似于上班的。那个时候虽然是兼职，但是你每周做多久呢？每周去3天。OK， 对，3天呢，我主要是做这个议员的他的私人助理，要帮他就是审稿。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打开了无数眼界，见识了很多就是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就是你首相、总统，这些都是在当时我就是觉得不敢相信自己在自己的那个年龄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世界，也非常的珍惜。并且是学了一辈子的钢琴，而不是文化知识出身。但是你做了一个非常，其实Ella被议员选中做特助，也是一个非常 non-traditional， 很让人大跌眼镜的选择，对不对？因为整个议会当中都没有什么中国人，一个都没有。你当时就算是背景审核都走了很久，对不对？对，走背景审核，其实是到我那个最后都快离职的时候，那个背景审核，对，然后我才拿到了那个议会的 pass。对，我还记得跟我当时的前男友，我们非常骄傲，他当时还帮我拍了一个照。在议会的这2年的锻炼里面，我觉得学会了很多的就是统筹能力，还有就是管理自己的这个能力。但是呢，让我也看到了形形色色的这个人，让我发觉确实在非音乐的这个行业里面，是让我觉得自己很不知道把自己摆在哪一个地方，就有点格格不入的那种感觉。那所以在2年之后呢，我就觉得我还是有这个 calling， 就是还是想就是全职的，对，全职的做音乐，不是说我只是没事弹一下琴。所以我就决定还是就是正儿八经的搞艺术。但这个就非常的让家里面的人就非常的失望。对，因为他们曾经可以说我的女儿在英国议会。对，从那个很多人都拿我这个作为就是以前是很骄傲的一个事实。我就觉得就是像人生就像给了我很多启示一样，我这里他给了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我涉及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我看到了不适合我自己，我在计时的时候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当时其实是非常恐惧的，因为我很怕没有身份，很怕没有这个留下来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如果你要违背我内心的那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那种我想做自己，就是living on my own terms 那种强烈的愿望的话，我觉得我放弃一切都是可以的，都是值得的。其实我有一个很类似的故事，来自于我的伴侣 K，他跟你也是一样，很年轻的时候就选择了全职投身艺术，去投身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有一个相似的，就是
体察社会的一个过程。他呢被父亲逼迫去保险公司做了1个夏天的实习。你能想象保险公司的实习是有多么多么的无聊和泯灭人性吗？对，所以他可能只去了几天吧，就发现要跟这个那一部分的世界决裂。他就觉得从此以后对于上班的人的看法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啊，他难以想象自己成为这样子的一部分啊，难以想象自己多去1天，所以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定下之后人生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验哈。所以其实我们说的设计思维，你可能设计出来一个什么原型产品是扑街的很差的效果，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对，之后再去迭代，让你去更勇敢的，甚至去选择你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对不对？对，就是你的那个内心 calling 一定要足够强大，而且要你的这个分析能力也要知道自己到底是要什么。我觉得我们俩在这个方面就是知道自己在及时的时间知道了自己要什么，有的时候可以悬崖勒马一下，对不对？对你当然你要说有没有觉得好像是非常危险的时刻不敢跨出这一步，肯定有的，而且有的时候跨出了都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万一我后悔了怎么办？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足以是一个阻挡你前进的一个理由。对，因为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叫做 "Indecision is a decision also"。当你没有做决定的时候，当你顺从着原来的轨道走下去的时候，这也是一种选择。我可以去选择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和停在原地继续按原轨道走下去一样，只是一个选择而已。因为很多人会给自己很多的借口，对不对？像是身体的一个保护机制一样，就觉得陌生的东西跟现在很不同的东西，遥远的东西是困难的，是对你有威胁的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正视自己的恐惧。恐惧有好几种作用，有一种恐惧呢，让你远离真正的危险源；而有一种恐惧呢，只是因为面前的事情是新的，是让人兴奋的，是也许会改变你人生的，是一种好的东西，是这应该要踏进去的一种恐惧。其实讲到设计思维哈，有一个很大的类比的例子，就是你在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一定是会去做采访，对不对？或者说去市场上看一下你的对比参照的产品长什么样，有一些什么好处弱点啊。我其实在自己离开工作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去采访离开工作的人，我就发现我自己对于那一些朋友他们的选择，他们现在的现状，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恐惧，有非常强大的兴趣，我就想听他们讲故事给我听，我就希望想听他们这条路是能够走得通的啊！我从来不会去找那些什么 CEO 啊，或者3个孩子的妈妈，我没有兴趣。所以其实这个兴趣本身就告诉你自己的向往是什么，但是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哈，你也要尽量去问开放式的问题，而不是去问能够让你听到你想听的事情啊。对。那种 leading question， 对吧？你如果只问好不好，你喜不喜欢，怎么样，那可能得到的就只是那一方面的回答，你只是在得到你已经想要去证实的东西。但是你如果能够在提问的时候像设计思维一样，你真的把它当成一个系统性的东西去 approach， 你就会问他最大的优点，最大的缺点，不带任何偏见的去做这样子的所谓采访。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有用，就是它让我很早就看到了得失是什么，可能也给自己做了一个心理的准备，而且当我看到即使对方给了我很多他们的得失，他们的这些小小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扰我还是觉得很向往他的生活，那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利的，比只看到好的那一面更有利。在这个就是选择这个人生方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成功的例子还是较多的，当然有失败的也有，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就是失败例子。我可以讲一个我刚才其实有提到和我差不多时期一起裸辞的姐妹哈，也是非常非常的聪明。这位姐妹呢，她可能就是因为聪明而容易想很多。designer 设计师，他的方式是建造，是 build，而不是去想
designer 他并不是一个 philosopher， 不是一个 thinker， 他并不是一直在电脑前畅想，也不是在做 PPT， 而是在真正的去建造这个产品，原型出来，第2版出来，第3版出来。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很多读书人是需要学习的，是需要克服的。他呢，我觉得他在裸辞这2年之后其实又找了一份freelance 的 contract 合同工的工作，但是很快发现他又像原来工作状态一样太投入，把工作当自己的人生跟你是反过来的他是让工作占据了自己，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够不去在乎，即使是一个合同工的身份，他也全心全意的进入了这个焦虑的状态当中。所以在我看来，我是非常担心他的，因为裸辞这张牌，说实话，第1次用和第2次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他这一次合同工1年结束之后，现在又开始了新的一个 gap 在寻找下一个工作的机会的过程当中，相当于又一次裸辞，对不对？相似的状态，我就问他这一次和上一次有什么样最大的区别吗？他说这一次比上一次压力大。我觉得完全能够想象，因为你这一次就好像有一种浪费时间的感觉，上一次是觉得我需要一个很长的休假，我值得。这一次性质是不一样的，内心的焦虑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可能第1次没有做好足够 radical 的 rethinking 他选择的永远都是我所说的 marginal change， 只是改其中的一样东西。我不愿意放弃工资收入，我不愿意放弃级别，我不愿意放弃非常高大上的外表的这个工作的一切。我能够改变的、接受的、改变的，可能只是一件东西，就是从正式员工变成合同工。那你每一次都只去做这样 marginal 的改变的话，其实你自己都可以想象，还是会有很多让你之前那些让你不开心、让你想裸辞的这些因素都还在对不对？你的本质还在，你还没有理清楚，所以一定会再一次陷入这样子的不快乐当中。所以其实我对于他未来的走向是有担忧的，因为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那他接下去呢，大概的想法是什么呢？再找一份跟之前相似的合同工，但是在此同时，他觉得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去读博士，读 PhD。我一开始觉得有一点为他开心因为读 PhD 可能是一个也许是他做了这个整体的思考之后，做了一个3万高空的重新的reassessment revaluation 之后得出的结果。但我仔细一听，不尽然如此这只是又一个 marginal change。 为什么？因为他还是想要去最好的学校，他还是想要去最有名的、最知名的这些项目当中去读 PhD， 他还是不愿意放弃，好像说希望别人永远看他是觉得他是非常优秀的一直没有走下神坛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外人的目光如此重视，如此放不下的话，他很难做出真正的设计思维选择，对不对？永远只是在一个很窄的一个 solution set， 很窄的一个脑图当中去思索，那你最终做出来的决定一定还不是为了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看来，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要非常的有深刻的了解，才能够做出有效的决定吧。我觉得，而且我们的 ego 要把它随时 in check。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做的决定往往是因为一个你的 ego 太大了，你觉得好像我就要争这口气，我就要出人头地，你并没有想过这适不适合你，就是值不值得去出人头地。你的这个 cost 是什么？是 cost 了你的这个 peace。如果我觉得任何事情，如果那个就是让你要花你的宁静、你的内心的平静去做，我觉得都不值得。我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任何 ego driven 的选择，任何外人看来怎么样而趋向的一个选择，一定是隐患重重。对，对，他会来反咬你一口的。一定会。对于这一点，我的自我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深刻我的这位朋友呢，裸辞的这位朋友，他也问我，因为他也像我采访别人一样采访我他其实是很佩服我的勇气，但同时呢，他对于我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你是怎么样放弃这个 attachment， 你是怎么样没有的？对于好的住宿环境对于好的依恋，对，
对于好的工作的头衔呀，对于别人对你的社会层级的摆放啊等等，你是怎么样不去依恋 non-attach 我想了一想，我发现我根本就不去想这件事情了我没有任何的 attachment， 我不是说放下了、减轻了或者把它放到一边了，我是不存在了我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就是当我们找到了自己真正确信的事情之后，别人的一些批评或者评论是根本不会影响到你的所以当我发现我对于比如说我对于葡萄牙的选择是非常的有信心有把握，因为它给我带来了真实的快乐所以当别人质疑说这个那个甚至有些人特别有意思说你肯定不会一直住下去的你看着吧，几年后肯定会搬走。我是觉得我自己如果能够感受到这种长着根的这种快乐，是真的不会被任何的语言和评论所影响即使它以后是正确的，即使我以后换了，也是因为我又一次为自己做全方面来说最有利的选择， 对不对不是说我一定要坚持着我现在的这个选择不变了因为它还在不断的迭代但是我对于此刻我的选择是真的让我产生了扎根般的安全感这一点就让我根本就不会再有任何的对于外在的肯定的 attachment。 对我非常赞同这一点在我们这个弹钢琴的这个行业里面呢，如果你想做顶尖的concert pianist 的话，其实是几率是非常小的。对因为你要知道这个舞台是非常本来舞台就不够多，然后有这么多人想去挤这个，就是挤破头也想挤进去我就有身边朋友，就是他如果要挤进去这样子的一个舞台的话，几率是非常小，因为这样子的舞台是给就是你要完全全职要投入在这个里面，而且你可能要没家庭没有任何的牵挂不能有狗有猫，你这个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性格要非常的开朗，要知道怎么样子去张罗自己的人际关系。虽然你是一个演奏家，但你仍然要知道怎么样去做人。我觉得在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搞音乐的人大部分的时间是自己闷着在家里面练琴，私底下不出去交流，不出去就是有正常的一些就是社交关系如果你要再把一个人推到一个就是像一个 social butterfly 那样子的情况下的话，其实是非常不自然的，大家都会不是很喜欢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抛头露面。所以他的性格是一个非常比较内向的一个就是很内敛的一个人。那如果要去抛头露面，去天天去挤这样子的一个小圈子的话把自己挤得也不高兴，而且身边的人看着也很难受所以就是几率是非常小那他到现在就是一个非常的一个窘迫的一个阶段，就是没有足够的这个音乐会，而且也不是很愿意带学生，因为带学生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就比如说我的这个收入是靠教学来维持的，我的这个弹音乐会的这个钱是非常少的。如果你要我天天做一个全职的 concert pianist 的话，我可能也会不高兴，因为你想你要每2天换一个城市，飞不同的城市不能有家人，可能1个月也见不了你的家人1次而且我也希望自己能有固定的朋友圈，所以如果我去做一个1年有100场音乐会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话，我自己知道自己是吃不消，而且我自己会不开心。对，他就你的生活观相悖了。对，它就变成了一个工作了。我身边有朋友是做乐团的，就是他们基本上是每3天有1场演出，他已经是没有牵扯到要跋山涉水的去不同的地方演出，他只是在同样的一个城市，甚至是在同一个音乐厅，但是他现在对他的这个乐器已经非常厌烦他已经没有那种爱了，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份工作。那所以我自己看到了这些采访了这些就是例子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适合我的。那 Ella 刚才说到了自己有可能走的那些平行的道路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要做一个 mind mapping 的过程你要把那些即使在你看来非常荒唐的想法也都写下来，因为针对你的人生观、工作观、世界观确实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但是把这些荒唐的选择也写下来之后，再去做一个选择是一个我们说先是 diverge 放大
拓宽，再 converge 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 diverge 的这个畅想的过程是不能省略的。一旦省略的话，你的答案就是并非来自于一个全集，你的答案是非常受限的质量是非常的低的。我其实也有一些举个例子，就我可能会达到的这样一条职业道路，一定就是在原来的科技行业或者在全球的消费品企业继续做下去，做到我不知道 VP， 我走的时候是 VP 嘛，然后接下去是 SVP、EVP，接下去我也不知道什么 CMO 吧。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Executive VP、Senior VP。OK 那为什么这样子的平行道路和我现在的相比，没有我现在的这么优呢？就是因为我很早就知道我自己是没有太大的金钱的需求的，赚到了一些钱，能够过上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达到了我的这些目标之后，其实我连旅行的需求都不是很强。因为当我在里斯本的生活这么开心的时候，我确实对于旅行的bar是非常高的不会轻易的走也更不会去旅居，不是适合我的东西但是呢在金钱方面我真的是在大概21岁22岁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阶段，是想要买奢侈品的，买了一个手表，什么东西都买了一样我就发现我再也没有第二次的需求和 urge 了对。但是因为我知道我对于钱是没有太大的需求的，那我去做的这个重大的投入，也就是说工作去卖身这件事情，我是做不下去的。对，你觉得我做得下去吗？肯定无法忍，只需要工作上出现任何的小幺蛾子，我就说双手甩开，就说老子不做了。对，所以其实这个状态是肯定是不稳定的虽然我说是一个平行的可能性，但是实际上确实是达不到的性格和你的价值观摆设在这儿。对，所以最重要的那一步其实就是确立你的人生观、世界观、生活观，多去跟你能够产生这个深度沟通的朋友去聊。是对，就对自己的这个自身了解真的是要特别的透彻，而且要敢于去 dive in 自己的这个内心世界。对，让我想到这个其实很不容易的一些例子，比如说从那个哈希迪克这种非常极端宗教里面的这个 community 里面逃出来的这些女性是Orthodox Jewish 的这个一种对东正犹太教的这个就是算是极端宗教的一个圈子。Ultra， 对我不知道大家呢知不知道，就是他们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信仰里面，包括女性是要剃头，结婚了以后。对，结婚了以后要剃头，而且要永远戴假发，然后不能露任何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然后要吃那个 kosher，这个不知道怎么翻译了，对，犹太的食品，对，就是你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就女性是完全是要消失。就是不断的消失，不断的消失，来放大男性的重要性。对，你的目的就是去服务这个你生孩子，对，生孩子，服务你的神，服务你的丈夫，然后你自己的任何需求都是不重要的。你只有这样子做的越多，这样子的消失，他们相信你就能够被你的神给爱，被爱，所以从这种宗教里面逃出来的女性，我想大家应该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个叫 Julia Hart， 对，她是从她是42岁从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就是众叛亲离，被整个 community 整个社区给丢鸡蛋的那样子的一个女性，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她现在非常成功的女性创业大王吧，可以算是。对，我正在读她的自传，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我觉得很让人眼界一开。对 ，Julia Hart 其实我也是在她的网飞的系列的电视剧当中有看到My Unorthodox Life，讲述了她的逃离。那段时间我看了好多关于Ultra Orthodox Jewish 的片子，也是大开眼界，就觉得好像他们过的是跟我完全相反的天差地别的生活。Julia Hart 呢，其实她也有很多的所谓的特权她嫁了一个非常有钱的老公之后，第二任老公并且呢自己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做成了一个很大的公司的 CEO。所以确实他的人生的跳转是让人瞠目结舌的从
就是几乎不能接受教育的Hasidic 对社区当中走出来，变成了一个自己教育自己的成功的女性。先后做了高跟鞋生意，现在好像做的是 shapewear， 就是对塑身衣。对创业大王是你说的，而且她这个自学的过程很有意思，对不对？对，他自学的过程是他让他的孩子一个进了斯坦福，一个进了哥伦比亚，他就让他的孩子说，你们每一年把你们的这个 reading list 要读的书，要考的什么样的试问题告诉我。因为他当时已经开始计划要逃出来了，所以他就做了一个铺垫。他知道自己没有文化，没有接受到这样子的高等教育，他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背景去跟别人谈判，他没有办法去进入他想进入的这个世界，或者让他的孩子能过得更好的生活。所以呢，他就拼命的自我教育自己。他说他真的每天就工作20个小时，就睡那么几个小时，然后起来又是 repeat， 就这么多年就日复一日偷偷，他没有跟任何人讲他的这个逃出来的计划。因为在那种我在想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危险的这种环境当中，你也不好跟别人去诉说，因为你所想要的生活是罪，当你的是一个 sin 的话，他有很多夸大的地方，他就会把很多事情放在他自己的身上，实际上是他有，你想普通的人怎么可能一出来就做 CEO， 不可能的。对，具体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就是一个 inspiration， 对 inspiration， 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 inspiration 在我们的这个设计人生当中，因为他这样子的例子，极端例子的话，是真的是通过了设计。你想要多年的就计划，还要逃生，还要就是不被人抓到，或者是不被人再抓回去，因为很多女性也逃了一半没逃出来，很多男性也是，他们甚至把那个这个头发已经对小辫子都剪了，然后没逃出来之后又回去了。所以就是成功的例子的话，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让人觉得捏一把汗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对，是而且他还会去做自己小孩子的大学作业，没有人教他做作业，他自己要去做。对，非常有毅力哈，因为他有一个这么明确的目标，他有很强大的坚持的这个 drive， 还有自驱力，所以通过了这些努力之后，设计之后，对，就走了出来，变成了一个非常世俗的人。对，简直就是他说跟他以前的那个，就是他故意走了一个就是唱反调的，对，因为他想让别人就是来看到这样子的反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就以前不被看见消失嘛，现在就是有自己的网飞电视剧，全被看光光，还有访谈，还有书，还有 podcast，I don't know。以前是不能连那个胳膊肘都不能露。对，这个 Hasidic 的女性是不能把这个手肘给外界和男性看到哈，对，因为是一个很性感的东西，难以想象的，对，是。Okay。那我们俩呢，经常喜欢示范，对不对？做实践。今天我们又准备了2个 hypothetical 假设的例子不知道有没有代表性。然后我们来聊聊，如果我们是他们的话，会怎样设计自己的人生？其中一个其实是真的例子哈，是因为前几天我看到了一个爆火的视频，一位清华本科和硕士毕业的优秀的女孩子，长得也很漂亮，她进入了央企工作，而且是这种非常优秀的管培生项目进去的，工作了2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自己觉得是被下放到了非常差的环境当中去，不断的被 PUA 啊，被领导打压等等。他因为在央企这样受到的待遇呢，目前达到了极重度抑郁的状态。我也在其他地方看到他所展现自己未来的目标哈，他写到自己希望10年左右就不工作了，就存够钱了，并且喜欢写作，所以可能是想要做自由职业写作方面的事情。如果我们把设计你的人生这样子的思路用在这个女孩子身上的话，首先她所谓10年就退休去做写作这样的事情，这样一个梦想，我们刚才其实在设计思维当中没有讲到一定要有非常明确的目标，你有没有发现？所以说这个10年是哪里来的，其实本身跟我们的设计思维并不是同一件事情。设计思维更多是你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你甚至是可以马上就开始去做的事情所以其实首先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现在就开始写起来呢？对不对并且说这个10年我是不是能够灵活一些，我能不能考虑我的这个大脑的脑图里面有没有一种平行可能性，是我找一份非常
简单平凡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小，工资可能也比较低，社会的认知度也比较低，但同时我可以一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对他来说，他一定现在是不会接受的。我看到他现在在其他的内容当中有分享到自己希望能够赚到多少钱，还是放不下嘛，因为毕竟你才毕业2年我可以理解其实，但是呢。如果真的要运用这个设计思维去创造你的人生的话，你一定要足够大胆的去画出其他的一些可能性。那另外一个设计思维可能可以带给他启发的就是去采访，不管是他现在所走的或者认为自己想要去换的职业道路的过来人，对吗？他比如说如果想要去一些其他的高薪的行业，有没有去采访在这个行业当中30-40岁的人，那些人是否过着他未来想要过的生活包括他可以去采访一些做着不同寻常的事情的人比如说早早就能够放弃对于所谓央企或者科技大厂或者高薪或者 fill in the blank 那种外在头衔那些反其道而行之的人是不是快乐，是不是能够达到他们的自由的目标你可以去采访一遍这个整个我们说 spectrum 这个范围的这样的一些人然后去听听哪些更牵动着你的心，哪些更像是你所要向往的去向所以他的这个采访可能还做得不够到位，目前只是在做一些 marginal improvement 的感觉对，可能只是换到一个工资差不多的，或者说团队比较好的，压力比较小的这样的工作，但是根本不解决深层的问题。对，有很多人觉得如果我在这个公司待不下去，我可能去换一个另外的一个公司 maybe somewhere 能够找到我自己的这个小部落小村庄我觉得真的是你要问你自己到底是内心是需要什么的，如果这个问题问得越早，其实越能够帮助你在设计自己人生少走很多弯路对，因为很多人是你问的，你一直不敢问这个问题，或者是一直是拖延这个问题的话，这个问题是一直待在身上的，它不会这个问题不会消失。对，有些人说我就是用排除法去做这样的选择。职场一开始确实绝大部分人都是在用排除法，你不能说我就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肯定要走这条路绝大部分人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但是呢排除法的运用其实一定是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就像刚才Ella说的，这个设计自己的人生是一定越早越好，最主要就是你认知自己的这个过程越早发生越好。对，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女孩子她因为挫折来的比较早嘛，被社会毒打的比较早，很多人真的是中年之后才遇到第一次被裁员等等早有早的好处，他也许从这一个转机当中，这个最低点当中就看到了我也许这一辈子就不用再这么在意工作了，因为我就是有点看透工作这件事情了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宝贵的财富所以我很希望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抓到一些养分，抓到一些价值，去做一些一劳永逸的事情但是我也很担心可能很多人是做不到的因为他可能因为这个视频一出来一爆火了很容易找到了一份下一份工作可能有人帮他牵线呀，帮他介绍等等，找到了下一份工作，就开始自满了，就容易自满就又把这个事情给耽搁了，又往后面再推。没错，就不要让自己太轻易的去选择下一个到来的看上去比较方便的比较便利的一个选择它往往是只是带你再走一程但不会带你走得很远很远对，又是拖延了一段时间对，并且你也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走的方向对，我的朋友那个萨利王他在写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写了3本书，现在第3本他的目标是当小说家而并不是只是写书，但是他也知道自己以前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写小说，所以呢他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就是他第1本书写的是关于房产，因为他自己是做这个房地产的，他知道自己这是在行的，他就拿这个来练笔第2本书呢他写的是关于人生的成功案例，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
写小说这个方向是想推进这个人生的成功的这个例子，想让别人看到光，想让这个社会看到有希望，特别是对华人在海外的这样子的一个拼搏的这样的一个逆境当中能够走向光明。那所以呢，他就去采访了一系列的成功案例，就成为他的第2本书。那到了第3本书，那他有点顺水推舟的就把这个小说写出来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就是设计方案，因为你知道自己的几斤几两重，我怎么样子去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再扩大，是肯定是要经过一定的历练，对，并不是说第一次就能马上成功。对，我今天很喜欢 Ella 的好几个例子，都是那些非常有长期思维，并且是真的是做了几年的一步一步的努力哈，非常的让我觉得受到鼓舞，因为我一直是生活在一个很快速像快餐那种效率为上的世界当中，也确实很被这样子的想法所影响。你让我真正的花几年时间去慢慢的去煮一件事，就是慢慢的去 brew 去煮一件东西，我是很没有耐心的。我最喜欢用的就是高压锅。就是你现在要把它弄成慢炖锅了。我用不来慢炖锅，没有这个耐心。对，James 帮我们放一个高压锅和一个那个 Le Creuset 的那个慢炖锅。Le Creuset 已经算是半个高压锅了，你知道吗？是吗？真的。所以我看到那些非常有耐心的人，我就发现真的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财富。其实是帮你省了后面的时间。在我们钢琴里面有慢练这个过程还非常重要。就哪怕你已经到了神台的这个阶段，已经是非常厉害的钢琴家，那个琴技优秀，你还是要慢练，因为慢练它就能够帮助你解决所有的这个以后在快速的当中遇到的问题，你已经提前解决了。然后你在速度上来了之后，你已经不会再担心有同样的问题，你就会再去解决其他的问题。对我曾经在15个小时的飞机上面彻夜不眠，就在想我到底喜欢做什么，我要不要生育，要不要怎样，我一直在想这个一些比较长远的价值的自身的问题。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些瞬间你是不会忘记的，是对你未来的这个非常起奠基作用的哈。对，所以当我裸辞的那一天，我是完全不惊讶的。因为这些东西早就已经在煮了，对，预料到已经熟了。OK， 关火，真的是就是一个关火的瞬间。对，那我们还有一个 hypothetical 虚拟的例子哈，就是比如说一个30岁的在国内的女孩子也很优秀但是年龄到了这个阶段还是单身的状态同时呢比较担心未来如果到了35岁在国内职场可能比较不受待见呀，寻找到理想的伴侣的可能性也比较的小种种因素考虑，她很犹豫自己要不要出国读书。哇，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小红书上就每天都被人问。对，同样的。对，首先想要为这位女孩子去套用设计思维的话，我觉得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一个要不要出国留学读书的想法是怎么来的。如果我们过早的去窄化她的选择，一个是留在中国，一个是出国去留学我觉得就丧失了很多像我们刚才说的 diverge 扩张的这样一个过程所能够带给我们的价值。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就是先摒弃脑海当中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要不就是留在国内，要不就是出国留学。首先看看从头开始做起，这一个的步骤内观，包括自己的价值观工作观生活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的生活和工作的结合是长什么样子的。不要认为自己有任何的先决的不良的条件，包括自己的年龄包括自己任何的什么背景等等，不要让他们成为自己的 inhibitor 觉得我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就把整个的蓝图展开这个是我觉得他首先要做的一步。因为我感觉我听到的就是大家会过早的看清自己，看低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只有这么有限的几个选择。我觉得真的如果最终还是窄化到出国读书是一个很好的可能性的选择，当然也是完全可能的我觉得大龄留学这个现象是我看到觉得非常欣喜的。虽然我自己也知道大龄留学的众多的挑战，包括留下来，包括找工作，包括在新的国家能不能遇到理想的伴侣，都是很难说的，这都是一个赌博。但是一旦你做
做出了这样一个完整的分析、完整的蓝图的规划，最后再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不用担心结果是不是不好，因为你选择了自己之后，我觉得不会后悔，绝对不会后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采访了前人，对不对？采访了你想要对标的人，采访了可能选择没有大龄出国的前辈，他留在国内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开心啊？是不是最终找到了伴侣等等。当然你的轨迹与他们一定是不同的，但是当你听到了这些故事，尤其是当中的好与坏之后，你认知到这些之后再去做的选择，绝对不会让你后悔。只要你做足了这个多的功课的话，enough 这个 research， 你就知道不一定我非得去英文国家。我觉得这个就是对留学，大家还是停留在一个我非得去一个英文国家的一个 basic 的这个很20年前的一个想法里面。为什么我不能去非英语国家呢？对啊，非英语国家有这么好的学校，有这么好的就是很多很多的优势，有很多国家其实是免费，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政府支持这一方面的你也许你想研究的这个课题，这些是你完完全全可以去探讨的，去采访的，对不对？尤其如果说拿美国做对比的话，有很多其他的国家比美国的留下来的政策要好太多。因为在美国，你用学生签证、学生身份居住的这些年份都不会对你拿到永居有任何的作用，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就可以是计算在你成为永居居民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你一旦在当地找到工作，就非常非常方便留下来。对，这些都是要长远去考虑的哈。是，而且你想读什么课，对不对？就是不能受影响，或者看到别人觉得他读这个课很有成就感，对，你自己适不适合这一个？往往绝大部分申请美国商学院的学生都是因为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阻碍，觉得好像有瓶颈呀，或者说行业有一些停滞啊等等，所以其实自己觉得卡住了，这个 getting stuck 或者说 slowing down 不是直接跳到我要去美国读 MBA 这个前提哈，这当中还有太多可能性，太多的这个逻辑的推理的方式。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偷懒，一个一个去考虑出来，而不是做一个很简单的跳跃，就说卡住了。去美国读商学院。对对对，我昨天遇到一个朋友，他是本地人，葡萄牙本地人，他跟我说他在里斯本商学院读 MBA，然后我说，哎，你辞工了吗？他说对的。然后我说为什么要选择 MBA 呢？然后他说其实我就告诉你，他就非常真实的跟我说，他说我根本就不想读这个 MBA，我就是他教我的东西，我早就知道，我都工作5年了，但是呢，我是要这个人脉。他说我是为了这个人脉来读，因为来读这个 MBA 的这些人都是他想以后合作的对象，所以他抱了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态度去，我在想他应该也会成功。那最后再讲一个比较搞笑的设计思维的运用吧。之前可能也在先前的集数当中略微讲到过一些哈，就是我看到我的狗狗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发现这是我想要的，所以我一步一步把我自己的人生也往它的这个方向去走了，对吧？它绝对不会来到世界上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 CEO，它只需要获得一个充满爱的充满快乐的狗生。而其实我本人也是这样子的构想，所以对我来说，我发现我可以放下那个想要做一件大事儿，想要给别人留下价值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想法，这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衬托，对不对？压在我身上如果我放下了，我就可以像狗狗一样开心。对，其实我觉得在你做自己特别理想的这个事业当中，它价值会跟随而来的，金钱也会在这个之后。希望咱们试一下。没错，是的。所以当你放下的时候，当你没有这个所谓 trying too hard 的时候，当你跟随着自己的心的时候，说不定还能够得到一些附属的东西。大家如果生命当中有看到你羡慕的生活状态，可能不是人生，而是狗生或者鸟生或者鸡生有所羡慕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像一个设计师一样去分析它的生活的构成，它的重要的这些部分，相应的去做你自己的设计。希望大家可以设计成功啊！对，希望大家在小宇宙听我们播客的朋友们踊跃的为我们打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